大家好，美股连涨13天，有朋友说抄了我的投资笔记之后，一波收益有15%到20%，恭喜大家。现在后台留言里最多的问题只有一个，就是什么时候卖？这个问题价值10万块，会买的是学生，会卖的是老师。今天我就要免费教给大家如何从短中期分析什么时候卖，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。先声明，本影片是我自己的投资笔记，仅做教育用途，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。先说时事政治，上周五，川普大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了，美股继续大涨。但是今天消息又来了，伊朗革命卫队说海峡继续封闭。在标普500、纳斯达克连续上涨13天之后，不管战争什么走向，这2天如果要跌也是非常正常的。到时候大家千万别恐慌下车了，因为再上车的话可能就很难了。根据我对伊朗政治还有川普的研究，我认为再次开战的可能性可能非常大，接近60%到80%。因为现在伊朗掌握军权的是伊朗革命卫队 IRGC， 他们是末日马赫迪信仰的狂热分子，核心就是造导弹、造核弹、打圣战。现在美国的核心要求就是让伊朗永远放弃浓缩铀，放弃造核弹。但就这一条，伊朗卫队肯定是不同意的。所以这一天大家要小心，局势随时逆转，大战可能再次爆发。但问题是，如果真的开打了，这个股市会不会暴跌？我的答案是，小跌可能会有，但是再次暴跌的可能性不大。如果有空头的黑粉不相信，请继续3倍做空 QQQ。还没有入场的新手，可以在谈判破裂后造成的一波下跌中加一点仓。接下来我就会给大家详细分析我为什么会这么判断，而且也会教大家如何从量化的角度寻找美股的卖点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投资你一定要学会什么时候会卖。在开始之前，我先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。很多朋友问我从哪里看投资资讯，我用的最多的就是全球领先的资讯网站 investing.com， 他们提供免费的一站式全球财经新闻，美股、A 股、台股、港股、黄金、加密货币全都有。我现在是他们的 Investing Pro 会员，最喜欢用 ProPix AI 来挑选潜在牛股。ProPix 提供全球市场的投资策略，透过 AI 和人工专家对策略进行每月或者季度调整，比如巴菲特精选、科技巨头等，所有调仓记录你都可以看得到，历史收益跑赢大盘很多。选择台湾，你还能看到台股领航策略、台股芯片冠军策略等，为什么买卖都清楚告诉你。当你找到核心标的之后，千万不要无脑进场，先把它们加入你的自选股之中。你可以看到每只股票都有一个公允价值，绿色的意思就是英伟达被低估了，还能看涨20多%，红色就是定价过高，如果业绩不及预期，就可能会大幅下跌。看完基本面，我们再看技术面，这个是 Investing.com 的特色，它可以在股票交易的时候，根据实时 K 线图告诉你是否可以买入。一日卖出的意思就是短期因为有战争或者其他宏观消息，股价看跌，但1个月强力买入，意思是月线技术指标对长期投资者来说是看涨的，所以 buy the dip， 跌了就买。如果你有任何疑问，可以点击 Warren AI 直接问，请用专业且通俗易懂的话语告诉我现在英伟达可否买入。之后 Warren AI 就会给你一个非常详细的建议。我看留言中有很多朋友在问我特斯拉股票你怎么看，现在加仓台积电 SPY 可以吗？你问我还不如根据我刚才教你的方法一步一步分析，最后问 Warren AI 来的靠谱，因为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依据。这个网站我是真心推荐，我自己现在都在用。本月20到23日有闪购促销活动，大家点击屏幕信息栏置顶留言链接，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购买 Investing Pro 会员，就可以获得官网55%的优惠。在结账的时候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 Nicholas， 还能获得另外15%的折扣。这是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机会，想学习投资的朋友请多使用这个工具。感谢大家，这个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。接下来我要通过研究卖出指标来调整我的投资策略。我总的判断是中长期还是有上涨的机会。今年标普500的目标是7500到7700。现在大多数散户还是非常犹豫，不敢入场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。我们必须在大多数人不敢进入的时候提前布局，在他们疯狂的时候结算离场。我发现有几个指标判断趋势非常准，大家可以一起研究一下。先说短期指标，第一个要看著名的反向指标，叫做 AAII Investor Sentiment Survey， 美国散户情绪调查。这个图表中，蓝色的线是看多，红色的线是看空，黄色的线就是标普500。这个指标就印证了巴菲特的一句话，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，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。从最近3个月的情况来看，1月份的时候散户看多达到顶点，之后美股就开始大跌，而现在美股大涨，但是看空的红线
仍然大幅高于看多的蓝线，这就说明现在大部分人还是看空的。当他们看空的时候，股市已经连涨13天了。那什么时候卖股票？当 AAII 看多的人大于50的时候，看跌的人低于25的时候，也就是这个蓝线和红线的剪刀差越来越大，gap 越来越大，而且持续3个多周。这个时候基本是可以判断市场疯狂了你去买卤肉饭的时候，就能听到邻桌人在讲买股票，出租车司机这个时候也在给你推荐股票这个时候你肯定就要卖了。这些指标的英文你一定要记住，谷歌一搜就出来了。现在的情况就是市场还没有到疯狂的阶段，我们可以继续持有，或者小跌的时候还可以买入一点。第二个短期指标叫做 NAAIM Exposure Index 主动投资经理敞口指数。这个蓝线的意思就是美国所有的基金经理有多少在借钱买股票。如果这个蓝线数值到达100以上，意思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基金经理都在借钱买股票在加杠杆。加杠杆就说明这个市场疯狂了。但是如果这个蓝线开始下降，就是说明基金经理都在降杠杆，都在卖出股票了。他们说不玩了，先撤了。大家看，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份，标普500整体是在上涨的，但是美国基金经理他们在逐步降杠杆，在卖出股票。这个说明什么？就是大户在一边拉盘一边出货，出到最后了，市场才发现流动性没有了战争来了，我要卖黄金，黄金就跌了，我还要卖股票，要补我的 margin call。 所以这些做庄的一切的暴跌都是提前有预兆的。我们结合上面的反向指标 AAII 就会发现，机构出货都出给谁了都出给这些散户了。在散户最看好的时候，机构都把股票给卖了。现在这个指标还是在71左右，就是它达到100以上，我们就准备和基金经理一起出货，慢慢的把股票出给散户。第三个是一个中期指标，叫做 Bank of America Bull and Bear Indicator。 这个指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指标，包括美股市场的流动性，还有对冲基金的仓位、看空比例、杠杆比例等等的。美国银行把它做成了一个综合指数。这个指标非常有意思，它会提前3到5个月预警大盘可能会有10%以上的大跌。大家看这个10年的图就可以看出，在大跌的前3到5个月，这个指数就会冲上高位。如果它的数值一直在1个月中都持续在80以上，基本上就是大盘差不多了，还能坚持几个月之后就会大跌。而在本次的大跌之前，25年10月指数冲到了84，接着2月份就开始下跌。现在牛熊指标77也在一个中等的范围，没有过热，但是也是接近80了。我们要观测这个指标未来会不会冲到80、90，如果冲到了，大家就可以警示一下自己现在不要头脑发热再继续买股票了，就要慢慢减仓了。其实这种中短期的量化指标还有20多个，不是职业投资的朋友可能没有时间去研究这些。我现在用的是 Cloud Max 版本1个月200多美元，这些指标我每天都会让他们扫描，所以请关注我，打开小铃铛。当我看到什么奇怪的变动，就会第一时间在 YouTube 上发帖子，或者是做影片告诉大家。大家在做投资的时候，头脑里一定要有一个短期、中期、长期的这个概念。刚才说的是中短期，现在说一下这个中长期。在这方面我是看多的，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风险，就是这些长期的估值指标，比如巴菲特指标现在已经是227了，还有席勒指标 CAPE 现在已经是40.4了，这些都是长期处于历史前 5% 的极端高位，他们达到了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水平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除非在 AI 的帮助下，美国未来1到3年生产力、企业盈利有大幅的提升，可以把这些估值降下来，否则 AI 的增长不及预期，那么未来我们就可能会遇到一次巨大的崩盘，大盘下跌15%到20%。但是这个是在什么时候不知道，可能是明年，或者是后年，或者是2030年。美股就是这样，每到3到5年就有一次大跌。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，你会害怕吗？如果害怕的话，你就赚不到钱，因为投资就是这样，风浪越大鱼越贵。如果你怕美股的波动，那你就去投定期存款。既然学投资，那就一定要锻炼自己在大风大浪抓大鱼的这种能力。
而这种能力就是你要学会如何配置自己的资产，把自己的资产配置一个可以让自己舒服的稳健增长，跌了你也不怕，你还敢补，而大盘涨它也可以跟着涨，或者是涨得更多。所以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一下我看好的几个板块，这些都是我配置的。4月底马上就要发财报了，波动也很大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有机会也有风险。如果股市回调，稳健的选手可以逢低买入一些大的股票，比如说谷歌、亚马逊、英伟达、Meta、博通，这几个其实我都看好的。AI 的基础设施大家一定要注意，这个是未来3到5年的方向，买 SOXX、SMH 基本上就够了。现在加仓半导体的话，那都是新高你进去的话很可能会被套住，因为最近的资金全部都从能源出来，进入半导体、科技、房地产、工业基础设施这些领域。这个时候你在大规模的跟进的话，那可能就是在高位了。所以控制风险一定是第一的，不要头脑发热。策略要不然就是定投，要不然就是等回调再买入。但是这个方向一定要记住，就是未来的存储 SNDK、美光 MU、台积电、日月光、卡特彼勒，还有金矿 JDX、能源 GEV、建设类的广达服务 JWR， 这些我都非常看好。这些好股票核心的底层仓位大家一定要不要乱动，拿住就好。现在光模块涨得也比较疯这个也是不错的，这个仓位比较小。康宁玻璃、光纤我还是留着的。以前我也讲过很多航空股上周涨得也很猛，一个比一个新高，比如低轨卫星系列 PL、 火箭系列 RKLB， 还有登月系列的 LUNR， 它们都包含在一个 ETF 里面 UFO， 这个我也买了，天天创新高。很多朋友都问我这些太空股还什么量子股还能不能继续进，我的建议是不要追，因为我用 AI 进行全网搜索，看的第一条就是最近3天的散户讨论量，结果就发现最近的这些太空股什么 RKLB 的讨论量是增长了116%，登月股 LUNR 增长了700%这个就是见顶的信号。我不是说这些股票马上就会崩而是说当这些 Reddit、TikTok 散户开始疯狂讨论1-2只股票的时候，基金经理已经在出货了。所以今天的影片我就总结3句话。第一，短期还没有到卖的时候，但是如果你担心也可以卖一点，只要你觉得舒服。或者会买 put 的朋友可以给自己的组合买一个保险，现在买 QQQ 的 put 还是比较便宜的。如果未来真的股市有了小跌也可以补一点，都是没问题的。第二点就是中期，就是半年到1年左右等战争真的基本快结束了，油价降到了80左右，市场狂热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卖掉一部分，然后买入黄金。大家一定不要忘了黄金的配置，现在黄金涨得不如半导体高，但是等到半导体大盘真的涨不动的时候，可能就要轮到黄金了。第三，大家像我一样各种资产都配置好了之后千万不要乱追什么太空，追什么量子，把自己的仓位变来变去，换来换去。如果你这么做了，到最后你就会发现忙了半天没赚到什么钱。最后说一下这个资产配置，如果大家的资金没有到10万美元以上，那基本上是没法配置什么资产的。但是也没关系，低于10万美元的朋友，你就买什么 VOO、SPY、QQQ， 再加一些半导体指数就可以了定期买。这个期间你要学会看市场、看政治，然后再研究 investing.com 里的各种数据、各种个股。等你把这些个股都研究好了以后呢，你就会发现这个10万美元是你一个坎，只要你用自己的投资赚到了10万美元，接下来你就会发现神奇的事情，就是3到5年期间，你的资金很快会到达30到50万美元，而且这个数字的增长会缩短到3年以内。这是个数学的问题，你不经历你可能不会理解。等到这个时候，你就会亲自体会到这个复利有多么的强大。而这个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自己上班也不用努力了老板的眼色也不用看了，整个世界突然变得豁然开朗了。真的，相信我。好了，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，请给我留言，我都会给大家看的。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